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超爱喝酒，但是只能喝3杯的3杯芋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2025年对我而言是很特别的一年，因为2015年的5月，我正式踏上荷兰这片土地，开始了在荷兰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，所以今年是我在荷兰生活的第10年。那这期视频就以我去荷兰德里本亨塞斯森林徒步为背景，跟你们聊聊我在荷兰生活了10年，心态上的一些转变。当然，一期视频也无法完全分享我这10年的生活经历，因为10年这个维度实在太大了，且经历的事情也太多，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聊天。回过头看这10年，我发现我逐渐缓解了5种过去成长经历给我带来的焦虑，而看视频的你，也许也因为相同的原因焦虑过。也许我的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些共鸣和帮助。第一是关于时间的焦虑。在东亚长大，我们总是被灌输时间不能被浪费的观念，日程要排满，目标要清晰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为未来的成功而投资，不然就是浪费时间。我还记得刚来荷兰的那会儿，和一个荷兰朋友聊天，他每天都5点准时下班。我那个时候在全职工作的同时，下班还去大学读硕士，每天下课回家已经到晚上11点，周末也要去图书馆学习写作业。我问他说：“你每天那么早下班，回家都干什么？”他说他回家玩游戏。我问他然后呢？他说没有然后了。我反问他：“你不觉得时间都被浪费了吗？”他很奇怪地看着我说：“怎么会浪费呢？他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！”我当时就很震惊，原来大家对浪费时间的定义这么不一样。在大多数中国父母的眼里，每天玩游戏就是纯粹浪费时间。我们总是被教育要投入时间到有回报的事情上，但是现在想来，到底是谁在定义时间的回报？这个回报率该以什么维度进行计算？比如我在大学时，匆匆花5分钟飞快吃好饭，之后就开始狂背单词准备考试，看似是对时间的充分利用，但是10几年后回想，那个时候背的单词几乎99%的内容都想不起来，日常也用不到。但是我却能清楚地记得4年前在葡萄牙波尔多的一个小店外排队等了3个小时之后吃到的那份葡萄牙海鲜饭，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海鲜饭，好吃到让人几乎热泪盈眶的那种。生命的维度很长，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下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又何必焦急于一时的时间浪费呢？时间是流动的，不是用来计算的，而是用来感受的。在荷兰，我也逐渐体会到，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要被利用起来，也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要用于对未来的投资。有时候，哪怕你只是坐在街头的咖啡厅发呆，或者是坐在桌前玩一天新买的游戏，只要你感受到了快乐和满足，你认为这个时间花得很值得，那这个时间就没有被浪费。因为谁也说不准未来，但当下的快乐却是真真切切的。第二是对于上进的焦虑。在东亚，我们从小就被教育，你要努力，你要更好，你要不断上进，人生都是先苦后甜，现在不吃苦，未来怎么会有好生活呢？某种程度上，这个理念是对的。要不是因为之前自己的努力，在每个人生的关键时刻都逼自己一把，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，又怎能过上今天的生活呢？但是后来发现苦无止境，如果一直苦，那什么时候有资格能甜呢？所谓延迟享乐，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心安理得地说，我努力过了，我现在可以安心地停下来了，待在现在的位置也很好。在荷兰，让我看到一种全然不同的价值观。当一个普通人是值得被歌颂的事，为什么一定要升职加薪，迎娶白富美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呢？我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很强的文化冲击。当时和我家家男哥哥的父母聊天，我就偶然说到自己必须要加班呀、处理人际关系等等，所以经常觉得很累。他的父母就很不解，就说：“那你换工作就好了呀，为什么这么累？”我说：“如果我不加班，不努力回应上级的要求，那我就没有办法晋升啊，不晋升就没有办法加薪，钱赚得少就没有办法财务自由，早点退休。”然后他们就问我：“如果你的工作轻松又开心的话，为什么要想早点退休呢？”那个时候我就大受震撼，感觉这简直是个逻辑闭环。我就想起了富翁和渔夫的故事。富翁和渔夫虽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径，但都到了一个统一理想的终点。这里并不是讨论谁对谁错，而是重新反思所谓的上进心带来的焦虑。也许很多时候是没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只能顺从着世俗的价值观去选择了单一的上升路径。延迟满足当然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动力，但它不能成为永远推迟幸福的理由。
真正的理想状态是在满足与努力之间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平衡点，从自身的目标出发，再去选择合适的路径和目标高度，才能摆脱无止境的上进的焦虑。第三是关于外貌的焦虑。现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对外貌和身材的焦虑，无论是求职还是求偶，大家都在各种 judge。像我本身是属于身材矮小的类型，在国内有被人说过矮个子影响3代之类的话，但是来荷兰之后，我发现荷兰人真的太高了，也太不在乎外貌了。在国内上班的时候，恨不得每天穿个高跟鞋来弥补身高的不足。在荷兰，我反而换成了平底鞋，因为我无论是垫高5公分还是7公分，在荷兰人眼中依然是个小矮人，所以我干脆处理掉了所有高跟鞋，直接躺平不挣扎了。在之前的职场，对外貌的评判更是 next level， 那时也第一次赤裸裸地感受到社会阶层的参差。我很清晰地记得，在部门迎新的聚餐上，那些戴着名表、拿着奢侈品包包的新人就会得到额外的关心。前辈们会不经意地打听着他们的家世背景，而我们这些穿着白衬衣的基础款却无人问津。之前在国内上班，虽然心里真的很讨厌每天化妆卸妆，恨不得每天多睡几分钟，但是为了迎合职场氛围，还是不得不这么做。每天照镜子，只觉得自己越活越束缚，也越来越不自信。后来到了荷兰公司工作了7年多，发现公司里无人在意你的外貌，并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或者拿着奢侈品就得到特别的关照，甚至大家不太敢发表外貌相关的评论，因为很容易就造成不必要的误会。也许是受到新教文化的影响，荷兰人对全身堆满奢侈品反而觉得有些太张扬，不够接地气，缺乏内涵。所以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，我每天素面朝天，穿着 T 恤和牛仔裤，背着平价双肩包，但是在职场上也并没有人因此而轻视我，所以这也让我逐渐摆脱了对外表的焦虑，收获了从内而外的自信。当我不再用身高、外貌、穿什么牌子去定义自己时，我反而活得更加自在、更加真实，因为你做的每个选择都是为了自己喜欢，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。第四是对于他人认可的焦虑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我中学的时候成绩还不错，在中考之前有次会考没有考好，拟报志愿的时候我填的是本地最好的一中，但是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劝退，让我改报其他排名低的一些中学。而我的同桌和我成绩差不多的一个男生，在老师的评价里，他总是更聪明的那一个。他会考也没有考好，但是并没有被劝退，因此我觉得非常不甘心，躲在学校的厕所里哭了很久。当时心里觉得特别不公平，也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。但是现在想来，当时自己的那种不甘和愤怒，其实本质上是对他人认可的渴望。我希望我的老师能相信我的能力，但老师作为个体，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。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 chosen one， 无论是父母、老师、上司或者是恋人，但常常事与愿违。你发现自己永远也无法左右他人的喜好和选择。在荷兰，也许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个人主义的盛行，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，比如情侣同居一辈子，有了孩子却从不登记结婚；职场上，同事可以坦然地讨论自己的性取向、身份认同；家人之间，即使意见相左，也能点到为止，保持边界感。人生本就没有标准模板，更不需要他人的盖章认可。别人的否定、质疑甚至贬低，并不能决定你的价值。说到底，这是你的人生，只属于你自己。真正能给你力量的是你内心那份自信和强大。当你活出真实的自己，反而会吸引到和你真正同频率的人，陪你一起走下去。第五，对功利的焦虑。小时候，我喜欢看动漫、写小说、画漫画，但这些没用的爱好总会在现实面前被打断。不是因为不够喜欢，而是因为总会有人问：你以后靠这个吃饭吗？有用吗？没天赋也拿不了奖，成不了名，就是浪费时间。在那样的语境下，兴趣必须产生价值才配继续。于是我在不知不觉中也开始用有用没用来衡量一切。我要学金融知识，学编程，学乐器，再去学个法语德语，花点时间在这些有用的东西上面，才能对现实的生活和未来有帮助，才能提升自我价值。来荷兰的前7年，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在职硕士、换工作、考 CFA 等。我的自我提升之旅终于告一段落后，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而我家宅男哥哥很一针见血地指出来，你需要一个花时间的爱好。
我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是一个没有爱好的人。这10年在荷兰也认识了一些朋友，他们的爱好也是千奇百怪，比如研究3D 打印、研究各类咖啡设备，甚至养蚂蚁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，像玩游戏啊、打麻将等等。这些看起来就貌似没有什么用还烧钱的爱好，他们却乐此不疲地投入很多的时间、金钱，并且不追求任何实际上的成绩或任何经济效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出于喜欢做决定了。也许这个喜欢是很短暂的3分钟热度，或者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用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现在的我终于真正开始为自己而活，一把年纪突然喜欢上了 K-pop， 和10几20岁出头的小朋友们一起上舞蹈课，虽然进步缓慢，但是依然超级开心。我开始尝试拍视频，虽然设备简陋、创意无聊、剪辑龟速，但是我依然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。我们从小被功利性教育绑架了太久，习惯了为达成目标而努力，为最大化回报而投入。但其实兴趣不需要目标，它本身就是意义。你喜欢、你投入、你享受的那一刻，就是它存在的全部价值。它可能不会带你去某个目的地，但它会让你找到那个最有热情、最自由的自己。所以我也逐渐摆脱了和兴趣无用论做斗争。每次兴趣来潮的时候，都换个角度问问自己：这件事情让我快乐吗？如果答案是是，那它就已经足够有意义了。最后，我觉得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：我到底想怎样活着？我想最后能清楚地回答好这个问题的人，一定是那些真实面对了自己的人，而不是活在别人期待中的人。我想我的答案是，在我临终的最后一刻，回忆我过往的人生，能坦然地说出，我过了一个还不错的人生。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，也是我正在努力活出的一生。苦恼了很久该为森林徒步搭配什么内容，最后决定为在荷兰10年的生活做一个矫情的总结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聊天向的内容，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